今天你跟皇上约了去赛马，听说路过清苑宫，顺便去看了一下陈妃娘娘。是又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是自我毁灭。自我毁灭？那是你的理解。我不过是尽了一个臣子应尽的人臣之道罢了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骄傲，特别自豪？你尽自己的人臣之道，就要毁灭别人，甚至家人吗？是你想多了。我只是让皇上见了一个他应该见的人，一个生命垂危的女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这件事情暴露，你、我母亲，甚至整个赵家，甚至你们叶家，都会性命难保。这话你昨天已经说过一遍了，不必再说。我说过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会牵连于你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等等。这是什么？回去再拆开看吧。太过分了！什么东西？和离书。我叶昭从小自由奔放，不愿被家庭束缚。今天自愿跟相公赵玉锦和离，各过各的小日子，互不干涉。唉，这个傻婆娘，没文化真可怕。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孙儿来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太后，你都病了，就别太操劳了。放心吧，我没事，身体好着呢。哀家还要等着看孙儿的孩儿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长得比你可爱。太后不仅要看孙儿的孩儿，还要看孙儿孩儿的孩儿。人呐，终有一死，活着的意义就是代代相传。哀家有了皇上，皇上开枝散叶，这样就能延续哀家的生命。孙儿和叶将军是哀家赐的婚，所以你们夫妻俩一定要齐心，高高兴兴地过日子。高高兴兴的，太后也要开开心心的。太后，您怎么突然起来了？外面风大，您还是赶紧进屋吧。哀家天天躺在床上，没病也躺出病来了。哀家倒是觉得应该出来走走逛逛，或许病也就好了。是。眼下百物凋零，还是春天比较好，万物复苏，百花齐放。冬天天寒地冻的，小的也不喜欢。怕是到了哀家的冬天了。等过一阵儿，天气暖和了，太后的病就会好起来。小鬼子，哀家
最近总是觉得身体里的力气一天天的在消失。这个冬天真是漫长啊，要等到春天，恐怕真的是很艰难的事。太后想多了，只要好好调养，太后一定会看见春天的。皇上，这是臣妾亲手熬的银耳燕窝粥，您就趁热喝了吧。皇上，你都已经2天2夜未进食了，要是太后九泉之下有知，也会心疼的。朕自小受太后疼爱，太后走了以后，朕再也没有母后了。皇上，龙体要紧，就算是为了太后，你也不可以这样对待自己啊。杨太妃觐见。小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听闻真儿整日忧伤，食不下咽，小娘娘心中实在焦急挂念。朕吃不下。人去如灯灭，不能复生。皇上千万保重龙体啊！自从太后走了以后，朕感觉整个世界都空了。朕也不知道该如何习惯没有太后的日子。皇上，有些事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爱妃，你先下去吧。皇上，不要太过悲伤。刘太后并非皇上的亲生母亲，苦命的陈妃才是皇上的生母。小娘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，陈妃才是皇上的亲生母亲啊！怎么可能？上一辈的恩怨，皇上如何知晓？35年前，你的母亲李氏还是刘皇后身边的一个婢女。皇上驾到！
上可来了，臣妾呀，盼得望眼欲穿。皇上。庆儿，不怕啊，不怕，有为娘在啊，为娘保，不怕。李氏生下的孩儿被一只狸猫替换，皇上却被抱到刘皇后身边。刘皇后心系朝野，时常帮先皇处理政务，没时间照看皇儿。先皇只好指派妾身来照顾皇上。从此，皇上呼刘皇后大娘娘，管妾身叫小娘娘。朕待太后如亲生母亲35年，万万没有想到，陈妃娘娘才是朕真正的母亲。皇上放心，陈妃娘娘下葬时，齐王亲自安排娘娘身着皇后衣装入殓，一切以皇后礼仪厚葬。齐王还叮嘱奴婢，一定要守护好娘娘的陵墓，不得有半点差错。母后，儿臣来迟了。母后，儿臣不孝，未能在母后有生之年承欢膝下，尽守孝道。儿臣不孝，与母后宫墙之隔，却形同陌路，不相往来。儿臣不孝，身为95之尊，却让母
忍受了冷宫寒凉。母后，儿臣不想来世再续母子情缘。皇上切勿过度悲伤。陈妃娘娘整日为皇上祈福，求上苍保佑皇上龙体康健，国民安泰。紫嫣潜心守灵，护主有功。朕赐你为义女身份，为母后守护陵墓，终身享受俸禄。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母后陈妃一生凄凉，未能享受朕应该尽的孝道。从今往后，朕只有小娘娘一个亲人了。陈妃生前虽过得清苦，也算衣食无忧。好在杨文广、叶昭忠心护主，安排他临终与皇上见上一面。刘太后担心薨没后，皇上得知身世真相，迁怒刘氏家族，惹起纷争，故交我一份内东门懿志，希望哀家务必在最危难的时候，全力护卫皇上，与皇上共度难关。母后对朕有生养之恩，刘太后对朕有养育之恩，小娘娘对朕有呵护之情，三人皆是朕的母亲。小娘娘，现在你贵为太后，一定要安享晚年，保重凤体。叶昭暗中带着皇上去清苑宫见了陈妃。太傅大人，千真万确。好你个叶昭啊！平日里装作胸怀坦荡、与世无争的样子，暗地里却对我刘氏家族痛下杀手。可不是，皇上知道陈妃娘娘才是他的亲生母亲，立刻下令包围了刘氏宗族宅院，连太后先世的慈宁宫都没放过。既然他叶昭按捺不住对我刘氏家族兴风作浪，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小桂子，下去领赏吧。以后你就住在我的府上，宫里的事情给我盯紧点儿。谢谢太傅大人收留，小桂子定当全心全意侍奉大人。朝中冗官、冗兵、冗费，已然形成毒瘤，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。当朝状元宋祁直言，州县不广于前，而官5倍于旧。还有，三司季度经费竟20倍于太祖时期。各位爱卿，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如此难题，该如何解决啊？怎么到了关键时刻，就没人说话了呢？都成哑巴了吗？启禀皇上，冗兵冗官虽拖累我朝发展，但是宗室待遇也是更大的隐患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自太祖以来，为奖励贵族打下天下，特许爵位永世传承。然而这数年来，贵胄人口膨胀，如果再不给他们找点事做，他们不但是朝廷养不起，
而且无所事事，必会遗患四方。贵族子弟拿着皇粮特供，不思进取，精神荒芜到极点，实难委以国家重任。启禀皇上，目前一些贵族子弟在京城担任官职，可他们处理事务简单粗暴，引起了一些民愤。如果能让这批贵族子弟与天下读书人一起参加科考，一来可以激发他们的斗志和责任心，二来可以顺利地让他们通过初试，然后仍可得到俸禄，亦能服众。皇上，吕相爷所言极是，封爵和科考本是两种途径。如有较高爵位的宗室乐于参加科考，且顺利通过，国家照常给他们俸禄；如没有通过，俸禄全额扣免，或是减免一半，多少能减轻点国库的负担。朝廷上下做官的贵族子弟，除了相公并无他人。齐王果然因为相公大闹赌坊，开始针对他了。两位爱卿言之有理。海贝宁，臣在。立即下发今年科考规则，并通知凡是15岁到25岁的年轻贵族，今年必须参加科考，根据科考成绩来决定明年的俸禄。臣遵旨。你说皇上真的决定让宗室子弟参加科举考试？儿媳下午去给杨太后请安，太后亲口说的，但凡15周岁到25周岁的贵族子弟都要参加考试。玉锦正好年满23周岁，正好卡在这个节骨眼上了。太后还说，如果过不了初试这道坎儿，那俸禄将终身扣除。啊？终身扣除？皇上一心想要革新，没想到会拿宗室子弟来开刀。朝廷革新，这说变就变呀。这皇上要是真要把玉锦的俸禄给扣除了，他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光那3个妾室，他都养不起啊。不会的，玉锦小叔聪明过人，他一定会考过的。我儿能考过，唉，都怪我。玉锦从小身子骨弱，我总担心他读书写字耗费心神，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得过且过。婆婆对玉锦这么没有信心吗？知子莫若母，玉锦能不能考过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没关系，婆婆您不用担心，将军不是还有一份俸禄吗？他们的日子不会难以为继的。不行，我儿子不能让叶昭养活，要不然京城那些长舌妇更得搅乱了舌根子。怎么会呀？这夫妻同心本来就是应该的嘛。真到了那一天，将军一定会负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。女人一辈子除了应该以夫为纲，更应该像婆婆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会以这个家庭为首，坚守下去。玉阙娶了你，那是她的福气。玉锦娶的是谁啊？那是不受管教、没有章法的霸王花呀！不行，我得告诉玉锦，让太后找皇上去给她求求情，看能不能像玉阙一样，在朝廷里给她找个营生。翠芝，快被叫撵去郡王府！是，快！
婆婆，今天已经晚了，还是明天再去吧。早通知玉锦，早做打算。相公，你回来了。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待会儿再说，你先坐。来，我给你看个宝贝，你看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玩意儿，是宝贝——歙州李墨。歙州西氏一家乃制墨世家，他们家制出的墨，温润如玉，光泽如漆。不是姓西吗？怎么又姓李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南唐后主李煜偶得此墨，视为珍宝，遂令西庭圭为墨武官，并赐国姓李，作为赏赐。从此西氏一家改姓为李，歙州李墨便名扬天下，是有黄金易得，李墨难获之誉。相公，你懂得真多呀！你看看咱们家这些名家字画、金石玉器，都是你收藏的心血呀！啊！太妃小心脚下，郡王今儿得了一个歙州李墨，正在屋里和将军把玩着呢。本想着叶昭嫁进门户，能相夫教子，督促夫君上进。现在这俩人在一起，不是砸赌坊闹事，就是什么涉及造假大师人命官司，越发的胡闹。太妃放心，李大师命案已经告破了，跟咱们家郡王一个同伴的关系都没有。哼，有关系还了得？你们做奴才的平时就得星明眼亮，时刻提点一下主子，要不然岂不是白养活了你们？太妃教训的是，教训的是。太妃小心台阶。你相公我没有其他不良嗜好，单单对着人类文明的瑰宝情有独钟。如今东京城收藏盛行，士大夫和商贾人家都有收藏。民间有传闻，家中无字画，不是好人家。在我看来，不过是附庸风雅，随波逐流罢了。反正我觉得这京城上下，没有几个藏家比我相公的眼睛更雪亮，品味更独特。你看看朝中那些大臣啊，上朝就是例行公事，下朝碌碌无为。皇上问起话来，个个鸦雀无声。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你有文化。我哪有什么文化？我不过就是个普通玩家罢了。谁说的？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本百科全书。相公，你有没有想过去试试参加科举考试，一举成名，让皇上看到你的才华？我的才华？啊！你今儿个怎么突然说起这么正经的话题了？我天生贵族，生来就不需要才华。我的爵位是我爹给的，以后会传给我的后代，代代相传。国家会一直养着我的。就算我是寄生虫，皇叔父他也得养着我。可是你不是寄生虫啊，相公，你看啊，你通晓音律，啊，舞姿奇美，还懂得设计衣服，能识别珍奇异宝。这巡城御史也做得有模有样，惩不法商贩，抓虚假医疗，帮扶弱小，还替老高出头，还勇闯赌场，你才华多多呀！媳妇儿，啊，你今天没发烧吧？这抽的哪门子风啊？一个劲儿的夸我。我就是觉得你应该鼓起勇气试一试。媳妇儿，我不需要参加考试，房子俸禄照样享受。这参加考试目的是什么？升官发财娶老婆？我有媳妇儿有俸禄，为什么要跟寒门子弟去竞争啊？再说了，这巡城御史的小官，我巴不得黄鼠狼快点给我免了呢，我好过几天舒服的日子。可是你不想证明自己吗？证明自己？啊，我可是出了名的废柴郡王，纨绔界的翘楚，这些可都是坊间给我赐的。我要证明什么？证明给谁看？
你？对，证明给我看。哎，太妃，您深夜至此也不进屋坐坐啊？不去了，回府。小夏子，你只管在前面点灯便罢。太妃现在要回府休息了。好嘞，小心脚下，太妃。皇上今天亲自在朝堂上宣布了，让宗亲子弟参加科举考试。什么？皇首郎让宗亲子弟参加考试？嗯，这是哪个无良大臣提出来的？好几个大臣都提了。现在国库亏空，冗官冗兵，让国家的负担过重，皇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这从小到大，我就没正经读过几天书。要说吃喝玩乐，没人能比得过我。这真正的读书做学问，真的不是我的强项啊。我不觉得呀，我们一起努力。相公，我看好你。臣范仲淹叩见皇上。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爱卿在睦州可有新的了悟？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圣君之风，山高水长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感谢皇上重用之恩。先别忙着感激我，朕欲革新除弊，若革新成功，就是对朕最好的回报。爱卿有何高见？天下久安，则政必有弊者，是任何王朝所不能免。要想取得改革成功，事大不可以忽视。爱卿但说无妨。臣以为，改革需要反复考量各方因素，以3、5年为段落，采取循序渐进之法，使大多数人根本利益不要受到明显伤害，社稷不要受到明显震荡。于此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潜移默化，积极改良，乃为新政。臣认为，只有用这种方式的新政，才是悠久之道。可我朝历经80余年，积弊已深，不容文火慢炖，需利刀挂斧，注入新活力，方有新气象。容臣三思。爱卿乃精美之才，此次回京，朕命你为中书省员外郎。爱卿意下如何？谢主隆恩。眼下正逢科考，朕希望爱卿公平审阅，严格把关，朕亲自重审。是。这杯酒敬范兄，贺范兄回京之喜。范某不才，让将军牵挂了。听说此次范兄回京，是皇上让范兄负责今年的科考事宜。没错，承蒙皇上抬爱，范某真是内心有愧啊。范兄是越挫越勇，让我真是心生佩服。今日将军找范某喝酒，恐怕不单是庆祝范某回京吧？您真是明察秋毫，的确，有事找您。说吧，只要请求不过分，范某定当尽力去办。不过，若是超越范某职权范围的事，
您可千万别提。你我认识多年，你可深知我范某的个性。知道。估计范兄也听说了，夫君玉锦将参加今年的科考。不仅是郡王，京城所有符合年龄的宗室子弟均得参加。是，就是不知道今年的科考范围大概是什么，考哪些内容呢？科举考试，先策论，后诗赋。以策论观其大要，诗赋观其全才。以大要定其去留，以全才定其等级。我也不太懂这些。其实我就是想问，题目难吗？所谓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。需要考生对政治、教育、生产管理具有高度的概括和提炼能力。若是有治国经纬之才，或者是文章珠玉者，亦可优先录取。那范兄能不能为玉锦推荐1、2个优秀的考前辅导老师呢？这不是什么难事。所谓久病成良医，今年参加科考的人，不乏优秀人才。有确定的推荐人选吗？有。此人堪称旷世奇才，自称白衣卿相。白衣卿相是？回家问问郡王，他一定知道是谁。来，喝酒。来。这些书都是我从赵王府给搬过来的，婆婆说了，让我好好陪你供书。这些老古董，我小时候就看过了，搬这儿来做什么？你都看完了？啊，太好了，那就死记硬背下来，到考试那天直接誊抄到试卷上就好了。抄这些东西做什么？我又不是书呆子。也对啊。对了，范大人介绍的辅导老师不是说今儿个来吗？怎么还没到啊？兴许是他路上耽搁了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先理清一下学习思路。对，范大人说了，离考试还有1个月，只要你努力，大有希望。相公，我们制定一个学习计划怎么样？啊，还要制定学习计划？这一天12个时辰，怎么着也得学6个时辰吧？6个时辰？媳妇儿，你今天不用上朝吗？今儿放假。那军营里那帮兄弟，你不用去看看？糙老爷们有什么可看的？当然是陪相公供书重要了。顺便我也学一下啊，读书，练练字什么的。练字？那？哎，练字好啊！哎，媳妇儿，来，你来这边练字。走。等等。练吧。哦。郡王，将军，原来是柳公子，失敬。白衣卿相大驾光临，神态大不同以往啊。承蒙范大人的举荐，为郡王做科举考前辅导，我哪敢怠慢啊！这本，还有这些书，通通都不需要。都不需要？写文章不能读死书。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。柳兄早已融会贯通，将这些书嚼碎了吞到肚子里，这就叫吃进去的是书，拉出来的是文章。郡王真乃通才，比喻得极妙。行了，媳妇儿，你快去练字吧。哦，好，我练字。将军威如猛虎，却能细嗅蔷薇。郡王与将军新婚燕尔，这感情正是绵密吧？我媳妇儿这是要监督我学习，赶都赶不走。
那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第一讲，知人论事，通解文字。好。刘兄，开始吧。好，所谓知人论事，事即是生活的时代，也就是不少流行诗歌的写作背景；人嘛，即是作者，也就是诗歌有关作者的一些个人情况。在此基础上，才能理解作品文字背后的思想、内核及三观。什么是三观啊？问得好，三观即眼观、耳观、心观。写文章一定要学会观察、恭听和感受。眼观、耳观、心观。君王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刘勇告辞。今日多谢柳兄赐教。柳兄，我那里有一块上好的歙州李墨，赠与柳兄。多谢君王。媳妇儿，哎！睡着了。对，好好劝劝他。哎，玉锦兄，玉锦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刘龙呢？哎呀，还用说啊，在家背书，准备考试呢。你们俩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啊？哎，别提了。我爹给我报了一个考前辅导班，我一去，我的天哪，几乎京城一半的宗室子弟都在那儿学习呢，而且学费奇贵无比。哎呀，他这个辅导班仗着考生是刚性需求，不断的提高收费标准。还有过分的是什么？现在要报进这一个班，还得抓阄，要抓中了才能报呢。别告诉我，你们俩都没抓中啊！所以啊，我们才想到聪明机智的玉锦兄，能不能帮我们两个想想法子？对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媳妇儿安排了刘勇给我考前辅导，你们要没事儿，也一起来听听好了。刘勇，他不也要参加考试吗？他上次也没考中啊。对呀，这没考中不代表没文化，这刘勇可是大才子。是吗？少废话，你们到底来不来？玉锦兄，你干嘛放着好好的天分不用，偏要认真苦读啊？对呀，你们俩今天这话里有话的，在想什么歪主意呢？快说。是这样，玉锦兄，我通过内部人士打听到今年出题的方向，想不想知道？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司买科考题目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哎，你就说你要不要这套题？对。怎么个要法啊？这样，我呀跟卖方已经谈好了，只要我们三个凑够1000两纹银，1000保证立马拿货，怎么样？有这等好事儿？真有，我拿我项上人头担保，行不行？啊，玉锦兄，你想想看啊，你家有一个老婆，好几个通房丫鬟。对，我呢虽然没有老婆，但我也有好几个通房丫鬟，是吧？对，咱们各自啊都得养活一大家子人呢。而且你想啊，你考不到规定的分数，
就拿不到皇上的俸禄。对，哎，你就忍心让杨氏、梅娘、萱儿3个女人流离失所呀？对呀，就算不赶他们出门，你往后靠你老婆养活。玉锦兄，你这个尊严何在呀？哎，对不对？容我考虑考虑吧。这就对了。如果考虑好了，今天晚上带上350两纹银，咱们呀，杏花楼边上桥下见。我们俩先去准备银子，晚上见。对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咱们要是有了地呀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这下成了。王爷，怎么了？你们哭哭啼啼的。郡王，听说你的科举考试要是没有过，就要被取消终身俸禄。爷，你会不会把我们3个人都休了呀？是不是同房小妾都不留？反正留了也养不活。郡王，我掌管府中账目多年，我知道咱们府开支巨大，所以你们想怎么样？爷，这些是平时将军赏梅娘的首饰，爷你就把它拿去换成银子吧。还有萱儿的，萱儿以前不懂得银子的可贵，不知道节俭。我这也有些首饰和碎银子，你先拿去用吧。这不还没参加考试呢吗？再说了，改革这东西，今天改了，明天就变了，谁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子？爷，梅娘从小家里就穷，又欠下债务累累，为了替父亲还债，都差点被债主卖到窑子里去了。多亏了咱们太妃把梅娘赎进咱们赵王府，她让我做了王爷的同房丫头。以前梅娘的月份钱都是一文不少的拿给娘家人，以后梅娘不要了，不要月份银子，也不要金银首饰，更不要荣华富贵。王爷，你不要赶我走，让我在府里做个使唤丫头也行。姐姐，我跟你一样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，放心吧，只要有爷一口饭吃，就不会饿到你们3个的。王爷，自古树倒猢狲散，大少将轻易瞬间。若是你真的要遣散了我们3个，你也不必为难。我杨氏这辈子都不会忘了自己是赵家媳妇儿的。如果考虑好了，今天晚上带上350两纹银，咱们杏花楼边上桥下见。杨氏，给我支取350两纹银。350两，这么多，太妃知道了怎么办？再说了，100两以上，要太妃她老人家亲自签名才能去钱庄提取的。该死，这些银票可是用几个女人的金银细软换来的。还
没来呀？对呀，这么久了，是急死了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，可算来了，够意思，就等你呢。钱呢？放心吧，卖题的人呢？等会儿，我们约的时间还没到呢，还没来呢。玉锦兄，咱们今天晚上在这碰面的事儿，你没告诉你家母老虎吧？对，那怎么可能？让他知道了，非给搅黄了不可。你家娘们儿真是太那个什么了，真的是这种事儿，她当然应该支持了。对呀，你想啊，350两银子花出去，350两，一辈子俸禄拿到手，太划算，一辈子呀。我担心，我媳妇儿会对我失望。失望顶几个钱？玉锦兄，你咋糊涂了？她每天满心欢喜的陪我读书，还让柳先生给我做考前辅导，她肯定觉得我特别有才华，一定能考上。哎，那事实上，你能考上吗？对呀，不知道。哎呀，不知道就等于考不上啊！玉锦兄，你媳妇儿就是对你盲目的自信。哎，题呢？钱呢？你先把钱拿出来，先把钱给我。你不拿题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有题呢？算了，快呀！我不要题了，你们自己用吧，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别呀，玉锦兄啊，干嘛呀？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临阵退缩呢？对呀，你走了之后，这350两银子的缺口咋办？对呀，这钱给你们，就当兄弟帮你们的忙，题我不要了。玉锦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兄弟就是兄弟，没事儿，等我拿到这套题，你什么时候想后悔都可以。我要自己参加考试，证明我自己。你证明自己？你证明自己给谁看？证明自己？对呀，你赵玉锦还需要证明自己？对呀。哎，你这真是！站住！跑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快站住！别跑！玉锦，这个题贩子根本就是个骗子，最近骗了很多官宦子弟，他的考题根本就不是真的。什么题贩子？叶昭，你不要冒充什么正人君子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自己神通广大就可以偷听别人讲话，请你不要整天像牛皮糖一样缠着我。我讨厌你，我现在非常非常讨厌你。郡王先不要生气，叶将军下午特意来投案，说您3位是舍身做诱饵，事实上就是为了将这个题贩子一网打尽。对，我们早知道这个题贩子是骗子了，我们这次就是深入虎穴，引他上钩，对吧？多谢郡王，带走。嘿，骗子！贼喊捉贼的你！本年科举考试策论：当你的母亲和小妾同时掉进汴梁河，你到底先救谁？先救母亲，活生生的骗子！先救小妾，也不对呀。不对，银子，也不对。小妾，母亲，我的银子！哎，郭兄，到底是你先救谁呀？玉锦，所谓诗词歌赋，不过是一种文学题材，是普通人歌唱和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。句子时长时短，莫如人的叹息。可是，填词造句不是我的强项啊。郡王生命中有没有值得你赞美、哀叹、嫉妒，甚至于为之疯狂的事情？好像没有。那你试想一下，在你生命中出现了一位你前所未见的女子，她身形挺拔，姿态卓绝，如燕山雪吹落轩辕台，
如浮云蔽，惹出千层絮。你被他放肆的笑所吸引，被掌控又屡遭摒弃，内心的狂狷无处安放，掀起如浪滔天的诡异。旋风四起，夜雨降，天光耀白，惊心鸟。这也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。要是你把这种感受说出来，完全影射你的内心，你将如何描述？恨满嚼碎，竹夫人；怨气冲垮，凤凰桥。你记住，词赋表达有几个关键词：自我、通俗、结构、白描、铺叙，是独立思考和独具魅力的传递。从来相思，了无益；痴情渺渺，欲轻狂。见面恼，离别想，这要再来一句的话，那就圆满了。何如薄幸，锦衣郎；近在咫尺，两相潮。恭喜君王，您会写诗了。真的吗？我会写诗了。这太好了，我要把它写下来。皇兄这次一定金榜题名啊！没得钱啊，谦虚啊，客气客气。先去那边歇着啊。时辰已到，请各位考生有序入场。君王，请。请。皇恩浩荡，为选拔宗室人才，特设亮试。凡成绩达标者，均可获封诚信郎，享终身俸禄。请诸位考生严守考场规则，不得交换答案，交头接耳。违反者，一律禀报皇上，听候发落。时辰已到，请诸位考生开卷答题。考生注意仪态，不得左右环顾，前后环视。海维宁已然从秘阁主事升为中书省，又建议大夫了。此人闷声不响，腹藏玄机。他深知皇上心思，所作所为，乃有的放矢啊。是啊，不似我等，只知干活。海主事做事倒也踏实认真，乃当今皇上极为提倡的。官场臣服，这海主事只是个小巫，这范大人才是大巫。可不是，范大人从睦州回京，
被皇上委任为中书侍郎，可谓青云直上。前次科考，范大人还和我等一同在此阅卷，而今已是能和皇上直接对话的内阁重臣了。范大人政治前途远不如此，好好干吧，干得好，范大人心里有数，不定哪天也会提拔我们。再过几年，我就该告老还乡，享受弄孙之乐趣也。这鸿鹄之志还是留给你们年轻人吧。啊，诸位聊什么呢？如此开心啊！范大人早。都坐下吧。啊，是。这次科举考试，皇上十分重视，大家务必认真审阅，严格把关，不进一个庸才，不漏一个人才。有可圈可点的文章，即刻送我审阅。是。范大人，我这有个考生，文章堪称才华横溢呀。送过来吧。是。来，范大人请过目。啊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好。刘勇。刘勇真是旷世奇才啊！刘勇，朕没记错的话，他应该是第3次科考了吧？整日就知道在花街柳巷鬼混，此人不宜录用。皇上，刘勇生活放荡，但他确有旷世奇才。正是因为屡次考试不中，才会更加狂妄不羁。请皇上三思。如果刘勇这样的人在我朝当官的话，怎么能做到规范行为、以身作则呢？只会增长不良风气，败坏我朝官员的形象，给大家带来不好的影响。皇上，范爱卿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臣范爱卿，朕让你全权管理科考事务，是让你为我朝选拔有用的人才，而不是凭你一己之好选拔人才。你可明白？臣明白。中书省事务繁忙，革新事宜尚未启动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你去做。范爱卿，不要因为刘勇之事而因小失大。朝廷的舞台应该留给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，而不是留给那些有些才华却有更多毛病的人。他们3分做事，朕却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为他们7分善后。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在我朝当官呢？当然，像刘勇这样的鬼才偏才，朕并不是一味不喜，只是现在事务繁多，顾不上他们。等到内外安定之后，朕再给他们机会。皇上宽厚深远，是臣狭隘了。范爱卿，你速速启动革新事项。这是朕的手谕，你放心去做吧。臣遵旨。臣告退。